大家好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那今天呢，来带大家来长一下见识哦，来知道说最新的电池回收服务是什么。现代人呢，身边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电池。那你像我开的特斯拉，骑的 GoGo 的红加藤小到譬如说你家里的遥控器手机这些东西都有电池。像我那种特斯拉电池GoGo 的电池，他们都有大公司去回收。那像遥控器那种小电池怎么办？那以前呢，我们可能是收集一大堆现在超商好不容易有在做回收，但是呢，它的数量其实要求非常严苛，你是要准备个500公克。有的人呢，可能就说我好懒哦，就放在资源回收垃圾里面，然后垃圾车来就直接丢掉。认真讲，这些都是资源浪费。现在有业者呢，就推广一种资源回收的服务，不管你的电池数量多少，它都可以收，而且呢，它还给你点数回馈，非常的好用。那今天呢，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服务到底是在搞什么。根据统计呢，台湾每年会产生9000吨的废电池，而这些电池的回收率不到50%哦。任何一颗电池，它只要掉到土壤里面，它会产生大量毒性跟重金属，就会让这个土地可能会很久一段时间没办法耕作。所以电池真的不能乱丢。其实电池回收呢，现在有更轻松、更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由台南发基 eCoco 电池回收服务。它最棒的是呢，小朋友也会用，而且一颗干电池一样能回收，一样有点数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请到 eCoco 负责人士来为我们解说一下这个服务它的运作的流程是怎样。有请。你好，那请问贵姓？我姓李汉阳。那我想请问几个问题就是说 eCoco 这个服务的话，它有什么优点？我们现在在台湾推出这个第一台的电池机的服务，它有很大的不一样。因为以前民众去回收电池的时候，它需要累积到500克，那有的民众他可能还没有累积到500克就丢在垃圾桶、丢在垃圾车。那我们打造台湾第一台的智慧电池回收机，让民众一颗电池也可以来回收，增加这个电池回收跟循环的效率，让民众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回馈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点。那以前像这种电池要累积到500克，真的老实讲还很难，而且说放在家里它还会漏液其实蛮可怕的嘛。是，它的整个流程是大概怎么做呢？好像这个一颗电池，它的保存寿命，不管是新的还是用完的，它的寿命大概就1年到1年半。那所以就是说，当民众现在有使用完的电池之后，他只要下载了 eCoco 的 App， 他下载完之后，他到我们的设备来，他可以在这边登录他的账号。然后登录完之后，它就可以马上开始做投入。那这边上面就会开始去计算它的数目，我就开始来投这个电池。像这个1号电池，它投进去的话，它就这样子投进去之后，马上就会开始计算数目。它现在1到7号的电池，它通通都有收。它收的速度还非常的快，1分钟大概可以收30个，不会让民众花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。那主要还是提醒民众，就是说，就是电池使用完之后，记得及时回收，加强它的再生率，不会等到生锈或者是漏液这样子造成一种浪费。像我现在投完了之后，我马上把它按一个完成，它都已经帮你分辨完了。对，按完成之后，我只要在这边的点数重新整理，刚刚的45点。好，那个点数马上就会跑进来。那这个点数可以在我的日常生活上面都可以去做应用。像我们现在配合的商家，你只要在我们的 App 上面找到你想要消费的商家，比方说像是米克夏或者是小北百货或者是台湾药局，或者是 Foodpanda， 通通都可以折抵。或者是你今天手机想要换一颗电池，你也可以到 Q 哥来做这个电池上面的优惠的折扣，而且它没有限制品项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像这么好，我感觉起来好像不太会赚钱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的创立的宗旨跟原因是什么呢？像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资源回收这个工作那像我们本身是台南人，那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说，在我们的家乡帮我们家乡做出一些贡献。设备上面就写着 Made in Tainan， 那我们是想要帮家乡做一些事情，那所以我们想出了一个商业模式，我们也希望获得市场的认同。像现在我们在 Q 哥手机馆这个站点，这个设备就是由 Q 哥通讯，他跟我们租赁这个设备，然后提供社会回馈、环境支持这个服务，然后我们再负责这个设备上面的管理，然后希望就是说，经由大家都出一点点的这个概念，鼓励民众把这个维护环境的事情做得更好。像我们现在的话 ，eCoco 它有配合专业的这个处理厂，那 Q 哥他收多少电池 ，eCoco 会跟他买回来，然后我们会直接交由处理厂去做处理，然后确保每一颗我们收到的电池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循环跟利用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
以目前来讲的话，像这个电池有分什么电池是可以收，什么电池是不能收的吗？像目前来讲的话，我们只有收干电池，还有9V 电池、锂电池或充电电池，暂时还没有收。因为这种电池它的难度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它有可能投进去的时候，它有可能因为它的化学反应会造成一些爆炸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机制再完整一点，再来做这个区块这样子。OK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它的点数是怎么去计算，要怎么回馈呢？像我们现在这个点数的这个计算啊，像这种大颗的1号，还有这种2号的电池，我们就是一颗给民众10点。那像这种小颗的电池，一颗就给民众5点，这样子大概就可以去米克夏抵2.5元哦。这样子。以前我都直接丢掉了，这可以抵2.5元呢。只有分大颗跟小颗，大颗就是10点，小颗就是5点这样子。哦，OK。那它的那个点数大概跟台币的一个关联性是大概是怎么算的？基本上这个点数的这个回馈折扣的回馈是由商家去做决定的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每一个商家都提供让民众有感的，像米克夏提供一颗电池就折2.5元，这个民众就是有感，所以大家大概都会参考这个比值去做计算这样子。像 Q 哥20颗电池，我要换电池就可以折200元，一颗等于折10元的。哦，对，真的很大方，所以还是要看店家。对。那请问一下 ，eCoco 除了像这个电池回收以外，它还有做哪方面的资源回收的部分吗？像 eCoco 它除了就是做这台湾第一台的智慧电池回收机之外，其实我们在3年之前开始，我们也有推出这一台在台湾收这种保特瓶、铝罐还有手摇饮料塑胶杯的设备。那因为台湾的这种塑胶的使用量非常的大，每年大概都有60亿瓶左右。那我们也是推出这种设备，希望就是由这个设备来提醒大家，塑胶或者是铝罐这种都应该要进入正确回收的这个管道这样子。那我再请问一下，你像电池啊，种类那么多种，那这个杯子啊，又有这个塑胶杯啊，保特瓶又有大有小，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电脑去分类辨识，然后去计算点数的呢？是。像这个电池来讲的话，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他比较调皮，我们这个设备都是采取光学辨识的，我们会辨识它的形状、重量。有时候小朋友他会比较顽皮，他拿一个不是电池的东西，他拿来偷看看，他就是拿来偷看看，然后我们就会退出来，就吐出来。因为我里面它会辨识它的形状，辨识它的重量。那像这个杯子也是，这个是保特瓶。那如果民众来使用我们的设备的话，它一样是先登录。它登录了之后，就它轻轻的放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就进去了。那假设它放的这个材质是纸的，这个不对的话，它就会退出来。是因为它侦测到这个不是对，这个不是它需要的材质。对，那我们像这个杯子，现在台湾也只有我们收这个杯子，而且它收的速度非常快，1分钟可以收42个。像这个是铝罐，哦，铝罐也可以。对，铝罐。然后像这个没有喝完的水啊，假设水没有喝完的话，它投进去，它就会退出来。它希望你把瓶子整理得更干净。如果说有的小朋友很皮，他再给它丢进去，基本上这个设备的防护安全它非常的安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它投进去的话，它的履带它往前跑的话，它后面会有一个门打开。对，它后面平常那个门是关起来的。如果小朋友投进去的话，它辨识到这个不是正常的输送行为，它也会退出来。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模式的时候，大家以为我们是做收瓶机而已。那刚开始我们在市场上做电池机的时候，有的民众他可能还没有对我们的品牌很认识，他也在这边投电池，电池就会卡在里面啊。可是这个是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设备就是很安全。哦，OK。那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资源收得更好、更正确，所以就是说设备上面都会具备这些功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再请问一下，那现在目前来讲，eCoco 现在有台南啊、高雄、澎湖这些点都有。对。接下来有没有想说，这么好的服务要推广到其他地方去？是。那eCoco现在目前除了在台南之外，我们在新北、新竹、台中，还有台南、还有高雄、澎湖都有我们的服务。那我们这些服务的话，基本上要到下一个城市去，主要还是希望更多的品牌商家支持我们，那更多的用户他理解这个概念，那我们才可以到更多的城市去。那目前我们今年110年的规划的话，我们目前在市场的站点大概60个，那我们希望在今年的年底的时候可以到达100个，那到明年的时候可以200个这样子，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规划这样子。像我们可以到高雄还有台中的话，主要就是因为 Q 哥他在那边也有门市，他也提供我们现场的这种场地啊，还有跟我们租赁这个设备，那我们就可以到那个城市去这样子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那 eCoco 本身是怎么获利？那跟你配合的店家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现在店家跟我们配合的一些好处就是，有一些商家他们希望他们除了盈利之外，他们想要回馈给社会，回馈给环境，他想要在这个区块上面做的更有意义，不是只是捐钱啊，做一些事情。
那他们也透过这种科技性比较大的服务，像以前电池只有超商在收嘛，超商的店员要用称的，比较麻烦，店员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要收包裹，要缴水电费啊。那现在他们门市之中增加这种服务来回馈社会的话，是不会增加他们的门市的 loading 的。而且就是说，民众会更认同他这个品牌对环境做的这些事情，所以他的品牌也因为这样子受到民众更多的注意，还有更信赖这样子。而且说，像这个在 Q 哥前面嘛。他这边换完点数，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消费？对，就是有一种带来客的这种效果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品牌最主要可以做出来的效果，这样子。这个不错呢，感觉。好，我刚刚投电池跟保热瓶累积了51点，旁边刚好是 Q 哥嘛。他可以用点数去相关店家换好康，那直接我问看 Q 哥有什么好康可换，走。我想请问一下哈，我刚刚投电池哈，总共累积了51点，那我可以换什么东西？那优惠券我们有3个方案，第一个方案的话就是说可以在我们这边购买手机可以折300块钱，或者是说在我们这边修理手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包膜部分，看再折200块，或者是有想要购买我们的充电线或者是手机壳的话，我们每满100块钱还可以再多折20块钱。哦，这是我们这一张更换的优惠券的里面的3个方案，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去做使用。哦，所以我只要有50点，我就可以换这么多好康啊！对，你只要有50点就可以选择我们 Q 哥去来我们这边做更换我们的优惠券，我们优惠券里面有3选1的好康，好，可以让你们多做选择。好，我换那个优惠券哈，谢谢。谢谢你哦。好，看完了以上流程啊，我认真觉得我之前丢了那么多电池都是浪费啊，真的很可怕啊。以前我直接拿去回收车丢啊，因为我觉得超商累积实在太难了。认真来讲，我觉得 eCoco 最好的就是它不拘数量，你只要骑车、开车有经过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家中的一些废电池啊，还是说一些不要的瓶瓶罐罐啊，你拿出来做资源回收，换点数换好康。而且它配合店家又相当的多，真的是相当不错。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时候，目前这个好康就少数几个县市，像台南市、高雄市这些有点可惜。我希望eCoco 赶快加点油，把这个好康的服务推广到全国各地。让家中没有用的那个废电池全部都可以换有用的点数，相当不错。我是电脑王阿达，如果喜欢以上的介绍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与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